嗨，你好，我是玲玲。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另外2个重要的快乐因子，而今天的知识点是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用得上的。一个是影响我们心情和睡眠的神经递质，我在讲女人大脑的那一集有提到过它，而抑郁症也和它有很大的关系，它叫血清素。而另外一个是促进信任和亲密关系的荷尔蒙，也叫做爱情荷尔蒙，它叫做催产素。这2样东西有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合法的获取它们，我们接着往下看吧。血清素是一种神经递质，血清素充足的话，会让你感受到幸福和满足感，所以它也被称作幸福分子。而血清素主要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以及血小板当中，但是超过90%的血清素其实都在肠道里，而肠道和大脑的血清素其实是2个独立的系统。如果说多巴胺是一种奖励预测误差的话，那么血清素是一种惩罚预测误差，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我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感觉我快坚持不下去了，我可能不适合当啊，不许放弃，再坚持一下，你就可以成100万 UP 了。因为血清素在大脑中起抑制作用，可以让人更有耐心，较多的血清素可以让人更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去等待一种奖励。而血清素对人体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主要影响一个人的情绪、食欲、消化、记忆、性欲、睡眠和社交行为。也就是说，当血清素的水平偏低的时候，会发生情绪低落呀、睡眠困难呐，然后没有食欲、回避社交啊。再严重一点的话，就是抑郁症。等一下，我好像想到一个人，听说你最近有点抑郁。而血清素过高的话，会出现血清素综合症。这种症状主要是因为使用了2种或者是2种以上血清素类的药物或者是物质所造成的。还记得我上期讲了些什么吗？其实有一点滥用药物的意思。我现在拿抑郁症举例，抑郁症的人普遍的症状是会陷入重复的负面回忆，情绪敏感、焦虑、自责、自罪。我好像什么都做不好，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人需要我，甚至会出现自杀的念头。人间不值得。生理上的影响会出现失眠、没有食欲或者是迟钝，而因为抑郁症的人通常会有较低的血清素水平，所以现在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主要是防止血清素的分解，或者是提高血清素。比如那个非常有名的药叫做百忧解，就是通过增加人类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来发挥作用的。抑郁症的药吃完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很多人用心平气和来形容它，你不会感到嗨，也不会生气，大概是心如止水的那种平静感。都不重要。讲到这里，我必须要声明一下，今天在科学界对于血清素到底是产生抑郁症的原因还是结果还有争议，只是由于抑郁症患者普遍血清素水平偏低而进行的假说。这是为什么今天抗抑郁症的药基本都是调节血清素的。关于抑郁症的话题，我以后会单独出一集。还记不记得我在讲女人大脑的那一集有特别提到过，男生制造血清素的速度要比女生快57%，所以女生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恢复情绪。加上很多女生每个月可能都会有金钱综合症，比方说食欲大增啊、暴躁易怒啊，而受到雌激素的影响，血清素也会偏低。真的不是故意要随便发脾气，男生是不会懂的。而我也讲到过，快速补充血清素的方法就是吃东西，尤其是黑巧克力。黑巧克力是没有错，但是吃什么我必须要在这里强调一下，避免大家吃错。首先要避免单一的碳水化合物，它们虽然可以快速的提升你的血糖以及血清素，但是这类食物有点像是假高潮吧，它来得快，但是掉下去也非常快，而且反而可能会让你更饿，然后吃更多，然后最主要的是它真的容易变胖。所以如果说你非常喜欢吃碳水的话，最好是选择复合型的碳水化合物，不如吃燕麦配酸奶之类的。还有就是要吃蛋白质了。血清素是以我们每天从食物中摄取的色氨酸为材料而合成的，而几乎所有的蛋白质食品中都含有色氨酸这个成分。所以你可以吃各种豆类制品，比方说豆腐啊、豆子啊，或者是牛奶啊、鱼肉蛋白啊、动物肝脏都可以。除了吃之外，还有就是多做运动，各种各样的运动，就是运动嘛，你懂的。以及晒太阳，尤其是早上，30分钟就可以了。OK， 血清素我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来讲爱的荷尔蒙，也就是催产素。催产素也叫做缩宫素，它是由脑垂体后叶分泌，也叫做后叶催产素，一般会在女性生产和哺乳期间大量的释放，会帮助扩张子宫颈和收缩子宫，促进分娩，所以在临床上可以用来治疗致产。催产针都有听过吧？就是这个东西，它也可以用来引产。产后刺激的催产素也可以促进乳汁的分泌，能协助母亲与婴儿之间建立联系，让母亲更愿意哺育幼儿。有一个很经典的实验就是处女鼠的实验，简单来说就是给一只没有交配过的雌鼠注入催产素之后，它居然愿意照顾幼鼠，也就是激发了它的母性行为。
催产素也被称为拥抱荷尔蒙，拥抱这个动作就可以让你产生催产素。还有一种行为可以让人产生催产素，好害羞啊，那就是没错，它在两性关系当中也能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男生也是可以产生催产素的。而催产素在爱情当中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觉得用依恋2个字来形容是最恰当的。它不是苯己乙胺的那种触电感，也不是多巴胺的那种兴奋感，也不是去甲肾上腺素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它是一种信任的纽带以及安全感的来源。关于它叫做爱情荷尔蒙，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就是田鼠实验。我用最简单的话来阐述一下这个实验。有2种田鼠，它们的基因相似度有99%，但是田鼠 A 呢是终身一夫一妻制，它们非常恩爱，一起筑巢同居。最重要的就是第三者很难插足，要知道这个在动物界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而田鼠 B 呢，就是典型的浪子，完全下半身思考，趴完之后从此是路人。我先走了。这2种田鼠虽然它们的基因相似度有99%，但是它们的配偶制却相差那么大。于是研究发现，当2只田鼠 A 相遇的时候，是恋爱的感觉，他们会趴1天1夜，会产生大量的催产素，这可能是他们之间感情浓厚的原因。于是实验就让他们不要趴那么久。总感觉好像忘了点什么，算了。结果就是田鼠 A 确实就变成了田鼠 B， 他们不再只专一于对方了。科学家好坏啊！而之后又进行了一次实验，就是给田鼠 A 的雄性注射了催产素，让它只能看着雌性，但是却不能趴。之后再把它们放一起，雄性居然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也就是非常的专一。这个就很神奇了，田鼠界的柏拉图嘛。然后之后再拿田鼠 B 来做实验，也给它注入催产素，但是发现没有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才发现田鼠 B 的大脑相应的区域是缺乏对应的受体，也就是催产素的受体，而且是田鼠 B 的雌性雄性都有这个问题，所以其实这也可以叫做是花心的基因。就这一点点细微的区别，能够造成他们行为的如此不同。人类是不是也有这种花花公子的基因？之后很多的研究小组都发现，催产素可以使人更慷慨，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并且唤起更多的利他行为。虽然催产素也被提议作为社交恐惧症啊、自闭症或者是产后抑郁症的可能治疗方法，但是科学家也发现了它也可能有它的阴暗面。催产素可能和酒精一样，在增加信赖、慷慨和利他行为的同时，都降低了恐惧和焦虑以及压力，但它们同样都会增加侵略性、冒险的行为，或者是圈内的偏见。所以说任何的激素都没有说越多越好，只要达到均衡水平就好了。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合法的产生催产素呢？催产素会在拥抱、触摸以及性高潮的时候被释放出来，可是这几个点好像你必须得先有个对象才行。如果没有对象怎么办呢？养只毛茸茸的宠物吧，比方说养狗或者养猫啊。大户人家，如果不想费那个钱的话，养只皮卡丘也是可以的，它很便宜的。好消息，好消息！皮卡丘不单单可以抚摸，它还可以随便的蹂躏。抚摸动物这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让大脑内部有类似催产素的安慰感以及肯定感。当宠物犬和主人对视的时候，彼此的催产素都会有提高。OK， 总结一下，血清素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尤其是女生可能更容易受到它的影响。抑郁症和它有关，要获取它的话，只要记得晒太阳、多运动、吃健康的食物就可以了。催产素呢是一种爱情的荷尔蒙，它会让人产生依恋和信任感，触摸、拥抱和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都可以促进它的分泌。而如果刚好你是单身的话，养只宠物或者是买一只皮卡丘都可以帮到你。OK，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喜欢我的话，记得给我3连，然后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我们下次再见，拜。我怎么会有你这么可爱的小猫咪呢？